人，可能观众会觉得他非常好。你没有表演痕迹，你自然。谁是你老婆呀？你哪位呀？你想客串，首先你长得会不会被大家接受？第二点，你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迎合我们的拍摄周期？第三点，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当镜头，当所有的灯光工作人员，然后对着你拿镜头怼着你拍的时候，你能不能拍出来？你优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会跟别人说我是优雄这种话我是优雄，我不相信有人会这样去形容自己。很多人觉得你好看，我看你长什么样？我看看。不是我的审美，没有觉得你好看，想你啊，橙子 ，hello， 橙子有时间来北京玩啊，来找你百里哥哥。二哥都喜欢你，没听说过你，他没有提起过你，说明你还不红啊。定居北京了吗？算是吧。主动见过你一次，这有什么炫耀的吗？这个叫宝7733，主动见过你一次，这有什么炫耀的？你在想证明什么呀你？想你，等你有机会去北京找你。好呀，来。我觉得看。刚才有一个人说在天津拍摄，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天津拍摄？因为经费有限。你比如说10个人在天津，如果说一晚上要住多少钱，吃多少钱，然后交通费用多少钱，这其实都是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制片人，他就是帮我管钱的。什么时候上不知道呢？怎么的也得3个月以后。巧了呗，巧了。我的人生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很
很多人也是知道我这可能这几年的一个生活，比较动荡，就比较跳脱吧，我觉得。这还没杀青呢，杀青之后还得3、4个月。哦，那3个8的那场戏吗？我知道了，晚上的戏是吧？3个鸡蛋1碟牛肉，吃的太健康了。我这咔咔在这块吃烧烤了，吃的非常油腻。拍摄怎么样啊？还有最后一天吗？估计还有最后一天就拍完了，但是接下来都是一些碎镜头，就在等那些演员，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员不是全职嘛，都是有本职工作的，所以我们在等他们休息的时候再拍。拜拜，橙子。你好，总裁。什么时候有你去吧？你来北京啊，我给你安排。你要给二把刀洗脚，二把刀来了。我深圳一个弟弟想来拍戏，问问可不可以给他家给你洗脚的戏份。
但我会觉得二把刀算是也会蛮会演戏的，这不是阴阳啊，就是我觉得他很聪明。我在现场我就看他演戏，我觉得还是在线的。我以为我是不行，我也以为，其实我也以为，但你记不记得咱俩在那个拍那场，在地板上睡觉那场，我觉得你演的非常好，演的非常非常好。那场我是真的有一点点害羞了，他妈我拍戏拍这么多年还会害羞，逐渐就是演的不错，是你能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睡了一天了，昨天拍戏拍到2点，然后又喝酒喝到早上6点多。前方啊，翻译口译哦，那蛮厉害的。这工作还蛮光鲜亮丽的吧？我能想象到，我不了解，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情商要很高的，是不是啊？那讨老板喜欢，你是已经开始工作过吗？你之前有过工作吗？我还以为你是刚毕业。这个是我们这一季的，就是关键道具。
这个是我们这一季的那个绿豆的关键道具，就是主人公的情感，情感就主要有3串手链啊，1串2串啊，这一季的，就是像小茉莉她最主要的道具是那个项链嘛，然后这次是手链，你那串在那个在小薇家。我觉得后边就会有人骂我，我这个角色就会有人骂我说二把刀那串呢怎么样的，就是开始骂我啊。前方没有方向。我其实蛮期待，就是播出这部剧之后，因为我有3段感情经历嘛，这段就是这个，我演这个角色，他其实是有3段感情，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了，按照我现在对这个片子的理解的话，可能大家会磕我个2把刀吧，应该会吧，就不知道会最终大家怎么看。好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要回一趟深圳，到时候找你吃饭。我如果说考试顺利的话，我肯定得去看看我爸。我爸不是那个在惠州嘛，我爸爸的墓地在惠州，可能开学之前，我要去看看我爸，到时候再约你。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要能考上就去看一眼。前方没有方向。哎，我跟你说过吗？我跟你说过二把刀，我跟你说过吗？就是为啥那场哭戏，我要说那个他最怕冷了。我跟你说过这个原因了，说了啊。对。阿远就不在深圳了是吧？他已经走了是吗？他是跟你回深圳的，还是他直接就走了？他后天走，就是你有没有拍完戏，你有没有就是出不来，就是习惯了那种生活，就是那种拍戏的那种每天的状态，然后突然回到深圳有一点点出不来，会觉得有一点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就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其他都没有，这冷血，你就是其实我对你的评价就是冷血，不能对你太好。你这个人太奇怪了，就对很多事情啊，那就那种的，都会模仿你了，我都太冷血了。
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我那个结局啊，我那个结局让我3天出不来啊，我天天在家待着，我就是3天我只叫外卖，然后不出门的那种，这垃圾都不愿意出去扔一下的，因为我太沉浸在那个剧情里边了，然后因为那个第一部还是那个悲剧，整个人我就觉得精神状态都有问题了。所以你的第一部戏你没有这么大的那个感触，好像龙二拍第一部戏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出不来，所以就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对，可能你的角色，可能你的戏份也比较少吧，让你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风声。我不拍戏，我就觉得很空落落的，希望一直有戏，希望一直能拍下去，但拍下去我尽量，能不能让我就做演员就好，或者是让我做导演就好。这几天就忙死了，忙点好。为什么会？是因为那个，就有些客户都堆积的，是不是？生意还挺好，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生意变差呢？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你没有在这边，生意会变差是吗？我的预期也是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啊，干嘛？你如果越来越差的话，那就是我的问题了。那你有跟大家炫耀吗？你有跟大家炫耀，就说，哎，我去拍戏了，怎么样的？你会炫耀吗？没有啊，主动问，有人问吗？有人问我们这些事儿吗？前方没有方向。哦，那你们健身圈还居然会有人留意，蛮好的。我以为健身圈就是都不看这些东西。对呀，估计都不看这些东西。健身圈我觉得大家生活的比较单调，过2天估计就多了。过2天，咱们我觉得，首先我们先会剪个预告片嘛。香港的客户都看过你的剧啊。绿豆拍完了吗？绿豆没拍完。绿豆拍完了，我们也会有3个月的剪辑期。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这个行业，不了解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流程，这剪辑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在你们眼里可能拿手机就剪吧就上了，我们有几千条、几万条的素材。至少得几万条吧，我觉得差不多有几万条的素材，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快就上呢？
而且我们每一条素材都是大概一分多钟、2分多钟的那种，看就得看一会儿。刀刀演的一点都不像屠夫，啥意思？他说他演的是侠客，不是屠夫。他想演一个侠客悍匪，结果现场就是嘤怪。他现场就是害羞，然后话不多，然后就爱笑。对，侠客悍匪，对，他其实本人一点都不侠客悍匪。他带来那个小德更奇怪。我没有。听起来二把刀挺可爱的，他就是走可爱风格的呀。就你们别被他骗了，他那个视频我也会觉得他非常，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之前没见过嘛，没见过，然后就是在决定让他来拍的时候，我俩在微信上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就是能不多说一句话就不多说一句话的那种。然后呢，在片场我也觉得说，因为我之前没怎么接触过，就我也有接触过肌肉男，但是我接触的肌肉男比较少。反正我接触的那种圈子里的肌肉男都非常拽傲娇。然后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会觉得说二把刀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沟通的比较少嘛。每次我跟他说话，他说好的导演，好，就没有太多的情感色彩的那种对话。而且我来了现场之后，就发现他们好内向啊，他那种内向是礼貌的内向。然后我就想过2天他们可能就是现原形了，就开始傲娇了，然后就开始就是特别事儿逼了。没有，就是拍摄10天，他们真的就是就是刀刀和小德这俩人，就是真的是第一天看到他们什么样，最后一天也看他什么样。而且我就会觉得说性格太好了。就性格太好了，就是人品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就觉得他能装10天也挺难得的。就反正我对他俩评价挺高的。就是这10天我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俩像浣碧和刘珠啊。就是他俩就是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拍戏其实最大的一个烦恼，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要等。拍戏是要等的，可能今天原计划你是上午就要拍你，结果因为上午的进度就是完成不了，可能我们到后半夜才会拍他，或者说直到后半夜通知他俩拍不了了，但是他们一直就在片场等着，然后坐没地方坐，站没地方站的，就是天气也比较热，我们拍摄的时候也不能有空调，因为我们要收声嘛，所以他们就是情绪很稳定情绪很稳定的在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确实是就是我还是那句话，10天相处的10天，我没觉得他们有任何的性格缺陷除了比较内向，但是内向其实也是优点吧，很可爱呀。对，小德其实他过来也有戏拍，他也演了一个角色本来是给他定的，小德定的是一个非常戏份也算是有一点点的角色，后来就来客串了一下因为实际演戏其实
我这么说，实际演戏，我觉得这一季叨叨的演技可以排第2，就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你就想想这季演技有多差。这一季的，我觉得演技这块全军覆没，没有特别出彩的，叨叨算是第2了。我都担心这一季，我他妈的。大家演的都非常的差。所以你们看呐，你别寄予厚望，别让你们失望啊。茉莉花好看，那叫小茉莉。不至于吧，很差。很差。第一是我自己，对，是我自己。咋整？那总比小茉莉好吧？什么意思你？不用演，回归生活，自然流露。不用演，回归生活，自然流露。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因为我们的剧情里的角色跟本人其实都差别很大的。什么叫回归自然？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所有人的角色其实都不是本人啊，都不是本人。生活它也不相关，也没有就是什么共同的经历，怎么能对吧？还挺好的，特别是大结局哭戏。我觉得小茉莉也挺好看的，你关键现在不就是主要的看点就是2把刀 PK 龙二了吗？2把刀现在就是野心勃勃，想那个就是对吧？啊，代替龙二，就是碾碎他，就那种。这不就是这一季的看点嘛，对不对？看看那个2把刀龙二啊，但我觉得2把刀应该会火。为啥呢？你说龙二、百里、屠夫啊，就是有一个屠龙组合，2把刀，然后百里屠夫，因为屠夫手里边一定要有刀，所以我觉得会火吧。对，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前方啊，没有方向。屠龙刀，对，我们屠龙刀，我在2把刀身上确实能看到龙二的身影，但是他俩又不像，因为2把刀可能我不能再说了，2把刀可能更像个2把刀身上能让我看到小男生的感觉，小男人，一个小男人的感觉，就是2把刀身上我能看到，就是我觉得他的表达和演技让我觉得说男性，就是很男性的一个状态。酒吧叫什么名字？酒吧关了，是不是有点信息有点接收的有点太
半退圈了？什么叫半退圈了？谁在圈里啊？晚晚类亲，他有对象吗？你俩有没有机会？我没有那么饥渴啊。我个人会觉得说，那个无论说他有没有对象，这都不是关键。前方啊没有方向。晚晚类亲不是晚晚类亲，就是因为你也算是我，就是二把刀，你算是我在网上就是大家能看到的。我在网上就是你来演戏啊，你来演戏笑得合不拢嘴了。那个二把刀算是在所有的演员里边，算是他来演戏的整个过程，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在网上我招演员，他来跟我互动，其实整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我也蛮喜欢这种状态，就是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就是其实当演就来我剧组演戏，什么导演潜规则没有这回事儿，这完全没有这回事儿，就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关系。在片场，其实前几天我跟二把刀，也是非常的疏远，也是非常疏远，因为我也不了解他呀，那些肌肉男都特别傲娇的，然后我一开始不了解他，然后再加上我不太喜欢跟气场特别爷们儿的人在一起玩，在片场我就跟那个小薇，因为小薇特别母嘛。我就喜欢跟小薇在一起就是玩，因为有的时候累的，然后我就跟小薇在那块就是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然后就是二把刀他们就是看着就特一。后来我是逐渐的发现二把刀没那么一，二把刀没那么一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可爱的，然后我逐渐的就了解，包括跟他一起吃饭之类的。对，小薇特别母。二把刀后来我就觉得他是可爱类型的，我是对可爱类型的演员我会就是可能会比较想靠近，包括龙二其实跟我演戏的时候也是这样，龙二一开始的时候就看着也是特别有距离感，后来就喝多酒了，然后偶尔的那种小撒娇，我们才逐渐的就是走近了。但二把刀他没有跟我们喝过酒嘛，所以我们的接触一直都是我觉得这个是肌肉男，然后说话声音也是比较粗，然后也行为上也比较man， 我就不太喜欢这种类型我就不太喜欢去接触这种类型的演员，所以在片场就是互动很少的。然后直到他可能临走的最后一天，我主动去抱他。就我真的临走的最后一天，我就想说他要走了，然后又很可爱，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去抱他了。他走的前2天，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0.5，然后我就说服自己的心里这一关了，然后我就去抱他，然后直到临到他拍完最后一场戏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他要走了。本来想跟他吃个饭，然后我又知道他，因为二把刀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应酬的人，我跟他相处10天，我其实好几次都想约他一起喝个酒交心之类的，他不，然后我就知道他很累，然后本来要吃个杀青饭也取消了，其实也是因为二把刀他不喜欢应酬，所以我就本来杀青饭也没吃。然后他
他走了之后，最让我感触的是他发了那个抖音，什么那词儿写的非常好啊，我不知道在哪儿，他说他在哪儿抄的，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抄的，那词儿写的是什么起点不同，终点不同，但是此刻同一束光什么什么，就是同一束光什么照着什么，哎呀，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哪怕抄的，我也蛮感动的，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这种表达的，就是很含蓄的去表达两个人曾经共事过。对，就是我觉得，哎呀，世间的所有的感情其实都是感情，不一定是爱情，就是工作情它也是情。我就觉得，哎呀，我其实很少有这种工作情、同事情。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的情感是具体化了，然后让我能清晰的感知到原来我对他也挺重要的。那种工作情的这种描述，我觉得非常的好唯美啊。后来他上飞机，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合作过的演员，可能合作过一次之后，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然后我也跟他说过同样的话，我说，可能我已经拍过几次戏了，我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没想到你走，还是会有一点的不舍不得呀之类的。我说真的，可能以后不一定还会不会再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二把刀的这种工作情革命友谊情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浓烈的时候。最浓烈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这个剧在播出的时候，然后我们看着弹幕，就是大家的弹幕，然后就是在举起就是 CP 大旗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情感，就是我对二把刀的这种情感的这个爆发点。真的你们不知道，就是我演戏演这么多年，所有的演员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演戏就是演戏演戏就是演戏。我们当下其实大家都在工作，而且我特别忙，我在工作状态里边，我其实是不投入什么任何情感的。每次剧播出的时候，这个剧情一开始了，然后背景音乐一响起了，弹幕一刷起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呀，就你跟这个人好像他妈经历了好多东西，明明你现实当中跟他都不怎么说话的然后因为 CP 粉，因为这个弹幕，因为这个剧情因为这个背景音乐一起，我的妈呀，你就觉得原来我爱他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演戏其实这一点非常的奇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我跟龙二演戏演了几部，然后大家都说你怎么不跟龙二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实当中就是没有太多互动，我们演戏的时候也没有太多情感互动就没有。这演戏就是演戏，他妈那么多工作人员在盯着你，你作为一个导演，你作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怎么可能去偏袒任何一个人呢？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这个项目就是你的，然后你就是负责整体的，完了我就偏袒龙二，然后其他人我都不管，然后在片场跟龙二腻歪歪的，那不太现实嘛。所以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没有大家想象的什么潜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反正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也没办法证明演戏其实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这场戏演得非常的好的情况下，我其实会回味，但是当下没有什么感觉
反正你不是有对象了吗？就所以说你的网络的信息真的就是跟我们是有一些偏差。我就你的信息可能是飘零瓶飘过去的啊，就是这2G 网对对对对对2G 网对对对对啊，白头发，我本身就有白头发，本身就白头发。所以，哎呀，想想，包括阿远，我跟阿远其实前期也不怎么说话，因为我就觉得肌肉男很傲娇的，我就觉得肌肉男很傲娇的。然后阿远又练得那么大只，阿远的长相又不是可爱型的长相，所以我跟阿远其实没怎么接触，直到后来，我发现他我发现他跑步的姿势有一点点，他有一次在片场，然后他就跑过去，我说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好可爱，就是这个真的你们没有办法想象到，就是可能你们觉得一个人母啊，对于你们来讲是缺点。但对于我来讲是个优点，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喜欢别人就是无意当中透露出的小可爱的点。我不太喜欢爷们儿的，就是没事就呱啊，就那种我不太喜欢，就特别 man 的，我非常不喜欢。我觉得就是八字不合跟那种人。直到我看到某个演员，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小母，一下就是那种，就是就那种，就是一下就靠近了。所以阿远前期我们不互动，后边就觉得他是这样的，比较亲切，不是比较亲切，因为我会觉得说，是 gay 都有一点点。是 gay 都有一点点。如果说他在你面前，他就是，他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他在装。就算是不在装的，就觉得说那样的人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会喜欢他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缺点的人。他就是假的呀，人都会有缺点，都会有性格上的缺陷，你看到了，你反而觉得他真实。就像我们听歌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看那个就是歌手也是一样。其实我不太喜欢录音棚录出来的感觉，你听现场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你能听到就是大家现在就普及的，就歌手普及的其实很多了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现场唱歌的时候，大多数情况都会有口水声。我在录歌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有口水声，然后这些东西是你可能我们现阶段是规避不掉的。那我们就得靠后期去修，但是口水声才真实嘛，有的时候你就是有口水声啊，所以这个人也是要有瑕疵的呀，比如说照片也是要有的，就是有的人可能把自己脸修的特别夸张啊，有些歌手其实见光死，所以就是我觉得。歌手见光死不是个问题，是你既然知道你见光死，那你就不要去见光，因为有很多歌手他就是录音棚歌手，那你了解自己嘛，对吧？你了解自己就好了。但是你说有些歌手他见光死，但是我们听一个酒吧驻唱去唱歌的话，其实可能有大部分
都会觉得酒吧驻唱唱功不错，但是情感差了一些，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吧。我记得我之前做过偶像练不是那个方糖新偶像，我做过方糖新偶像的海选评委，然后我们去了一个酒吧里边去做海选现场，然后当时有一些就是酒吧里边的驻唱歌手，他们也是来参加比赛，唱的确实是不错，但是明显就能感觉到特别油，唱歌没有什么情感。然后正当我觉得说哎呀就是把这个可能这一站可能就要把这个冠军给这个歌手，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唱了一首200的玫瑰啊，那个人的就是那个人那个玫瑰啊，唱的到现在我都记得，唱的非常非常好，那都6、7年前的事儿了，我都觉得我的妈呀，那个现场真的是也是有瑕疵，但是明显我听到就是鸡皮疙瘩，也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就是他真的唱的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就是当时的第1名就给这个唱200这个人了，然后特别逗。然后紧接着最后就是评委要上台唱歌嘛，我就上台了，然后我发挥的特别不好，然后那帮歌手就在底下就嘘我，就这样还当评委呢，就怎么样，就开始骂我，我觉得特逗。偶像练习生不是，方糖新偶像那个叫。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酒吧是当评委，然后唱的第一首歌，我的脚都在抖哎，我记得特别就特别清楚，就是选拔完了以后，然后让我去台上就唱歌，我上台了以后，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鞋带开了，然后我就是在台上系鞋带嘛。系鞋带的时候，你脚不就是要脚跟不是要垫起来吗？系鞋带，然后我就发现脚就开始抖，然后我努力的把它按下去，然后我在台上就那个舞台还特别奇怪，那个舞台是大家就站在旁边听你唱歌，离我也就是2米左右的距离。我的微表情他们其实都能看见，我觉得好尴尬。然后还特逗，那个时候有一个粉丝，然后有一个粉丝，然后就是带了一束花来看我，然后但是呢他带了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支持我嘛，然后他自己不好意思嘛，他自己不好意思送花，然后他让他就是一个朋友过来送花，然后那个朋友拿了一束花，特别大的一束花，然后就是我唱歌的间隙，然后他就给我一束花，然后给我一束花之后呢，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钱，我忘了是1000还是2000现金。你们见过那种吗？你们见过那种就是献花的时候给别人抓出一把现金给的别人吗？就是我没见过。我说啊，然后他在我耳边说我们大哥那个等会儿想请你喝一杯。我操，我就觉得我他妈是惹了什么他妈黑对吧？你们就觉得你们想一想，就说我们大哥等会儿想约你喝一杯，就在我耳边。就是电视剧里才有的那个情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喝了一杯，晚上的时候他让我就是因为我们还在那个就是还在比赛现场嘛，然后就结束了以后我们要去剧组要杀青饭嘛，
他帅吗？他不帅，他一点都不帅。然后我就是要吃一个庆功宴嘛，然后结果庆功宴的时候，这个大哥带着那帮人就追到我们庆功宴的地方了，然后就在我们旁边桌，因为我们庆功宴就是在大排档上吃的嘛，在那个大排档里吃的。这大哥就坐在我们旁边那桌，然后经常让他小弟说：“哎，我大哥让你陪他喝一杯。”啊，我就觉得惹上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就哎呀，就特害怕，你知道吧？然后还好，就是后边可能剧组就我们那个就是工作人员可能看出来了，可能因为我们人也比较多，所以就后来就没有这事儿。哎呀，特好笑。丹青还在是不是啊？丹青你在吗？丹青，我给你讲讲昨天吵架的事儿吧。快，我给你讲讲。不是，我现在我就要讲，我现在就要讲。现在第几集了？没有几集，我们是分开拍的啊，我们不是说一集一集拍啊，就是拍剧它是根据场地去拍的，不是根据集数去拍的啊。讲吧，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火象星座，他是狮子座，对吧？然后我前两天给这个狮子座，我介绍了一个处女座的一个人，我就跟这个狮子座说，我说这个处女座呀，可能蛮上进的，然后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就是互补，然后因为这个狮子座其实没什么脑子嘛，没什么脑子，所以就这个处女座其实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对这个狮子座也算是蛮好的，而且这个狮子座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处女座，结果呢莫名其妙就上头了嘛，这事儿你知道是不是？我看一下，演员不是那么好看，没有给你看，好不好看也是你自己的评判的，我们在乎的是演技，再好看的人，他如果是演的不好的话，我们也不会用啊。我觉得所谓的好看顺眼就行啊。我继续往下讲啊，然后这个处女座呢，就一直都没表什么态啊，一直都没表什么态。然后这个狮子座呢，一直在跟我抱怨说什么这个处女座不喜欢我，他也各种就是拒绝我，怎么样的。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吧？就是狮子座口里就是说，哎，处女座经常拒绝他，然后不喜欢他，就一直就是在跟咱俩絮叨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就说那人家不喜欢你的话，那就不处了呗。但是他还在那块絮叨，然后在絮叨过程当中，他可能逐渐的就是更爱处女座了。然后呢，直到前两天不是我们一起吃饭了吗？你还没在，然后就是我处女座、狮子座还有小河北，我们几个人吃饭了嘛。结果呢，这个处女座吧，来之前其实我就觉得他俩不太可能了，所以我就在饭桌上我也没逗这个处女座了。然后结果呢，是这个狮子座呀，看到这个处女座呀，哎呀，就情感大爆发了，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处女座就说，就跟我在那块说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个狮子座
他觉得这个狮子座啊，就是处女座觉得这个狮子座，他的感情的由来太突然了。首先他俩也没有接触几天，第二点呢，这个狮子座一直在问处女座一个问题，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我就不对你好了，咱俩就你也别耗着我，我其实就是挺喜欢你的。处女座就觉得很下头因为不是你主动追我的吗？你怎么还问上我的，就是我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了？说处女座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处女座就其实也被有点就问烦了。处女座就跟他说啊，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喜欢你啊。就处女座说，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这么着急的话，或者说你这么表达的话，那我不喜欢你。但是你知道狮子座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不喜欢我，那人家不喜欢你不是有个前因吗？就是你一直在逼人家嘛，人家感情没到那个程度，然后就让人处女座去表达我也喜欢你。这个狮子座就是让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说啊，这不神经病吗？因为我有一段感情，你也知道吧？我有段感情也是这样的，就是你配音的那个哥哥，你配音那个哥哥也是这样，明明是他在追我，然后呢，他经常的就是说让我去喜欢他，让我去表态。我说我就觉得非常无理取闹，就是你喜欢别人，你追别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喜不喜欢我也是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强让因为你喜欢我就强让我也喜欢上你呢？对啊。然后呢我们那天就在掰扯这个事儿，结果这个狮子座吧就睡着了，因为喝了酒嘛，喝酒之前还在表达说，哎呀，我好喜欢，就是好喜欢那个处女座啊，就喜欢这个处女座都喜欢不行了，一会儿喜欢人家，一会儿不喜欢人家，一会儿觉得合适，一会儿他妈放不下的这种，我也就不愿意说，直到昨天，我们有一个数字朋友啊，可能就跟这个狮子座说了一件事儿。说了什么事儿呢？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数字朋友的前任来北京了，然后这个处女座主动勾搭数字朋友的前任了，然后这个狮子座就觉得很恶心，很渣，很乱，你们能懂不？就是丹青，你能懂不？就是因为数字朋友说处女座看到了数字的前任，然后这个狮子座就突然炸庙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生气，就说啊这个处女座就很恶心，怎么样？就开始就是啊我再也不喜欢他了。然后因为我昨天喝酒了嘛，我喝酒我就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丹青你知道就是数字说的话吧，咱们也不能全信，对不对啊？数字哥说的话咱们也不能全信。再一个明明是你主动喜欢人家，你干嘛说人家恶心呢？然后我就说这个狮子座，我说你不恶心，我说他妈的你别人来看个演唱会，然后你让他住在家里，你不恶心？你他妈不口口声声说喜欢处女座吗？为什么你外地来一个朋友还让人住你家里？我他妈要喜欢一个人，谁他妈也不能住我家里，别管这个处女座同不同意跟我在一起，我都觉得说我既然我心里有喜欢的人了，我会为他准备好，我会心里有洁癖，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人了，我不会让外地的朋友
借宿我家，对不对？这是合理的吗？丹青老师，你觉得我表达对不对？如果说我喜欢处女座了，哪怕他没接受我的好感，我都会在心里给他留一个位置，我就非常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我心里有这个人，所以我家里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到我家借宿啊，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心理洁癖吧，对吧？结果呢，他这边抱怨着说处女座这个人乱，我就大发火，你知道吧？跟我确实是没什么关系，我就真的忍不住，我就开始骂他。我说你真够脏的了，我俩就昨天就在车里就吵的呀，这家伙吵的，我就骂的非常难听。我说他妈的我不去你家，因为本来拍完戏了，然后我要去这个狮子座家，狮子座家那个，因为拍完戏了嘛，喝酒了，然后我说我去他家，结果他就在那块抱怨，然后我就大发火，我就说他妈我不去你家，你家太脏了，谁他妈都能住，你家太脏了，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啊，那以后我再也不跟你说我的事儿了，以后我不跟你交心了，行了吧？这不是不开心了，我一直都觉得他有问题，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你配音的那个什么什么歌思想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求别人喜欢自己，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希望别人也喜欢他，谁他妈规定的你对我付出我就一定喜欢你，对不对？我是因为你喜欢我，所以你愿意为我付出一些事情，我也没有忽悠你的感情，是我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人的接触这个阶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你对我好这件事情，我像我们这种星座啊，其实就是在看细节，不能说你对我好，我马上跟你怎么着了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狮子座就是有这个毛病，而且一直都是你在主动，完了你现在一会儿喜欢一会儿不喜欢，一会儿喜欢一会儿不喜欢，然后还说人家有问题，这个我非常生气。我就说他妈的，人家没逼你这样做吧？你在干什么？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就昨天其实虽然说喝了点酒啊，但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太奇怪了。然后呢，他今天跟我，就是他今天给我发的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狮子座，这个狮子座给我发的那个发的那个消息，就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嘛，就说啊就什么火象星座和土象星座在吵架的时候，只是情感的输出，然后没听土象星座在干什么。土象星座很爱就是掰扯，然后就讲理之类的。对，处女座很难追，不是处女座，我觉得不难追。处女座我觉得不难追，就是处女座是需要时间啊。处女座是需要时间，就是我这种星座，因为我也是土象星座嘛，我是金牛座。我觉得我们这种人都是需要时间，并不是说我们想耗着别人，他妈的耗着你干什么呀？是我会觉得说，所有的感情其实都可以开始，能明白吗？就是所有的感情其实都可以开始，就哪怕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觉得都可能在一起。但是最主要是什么？我先了解你，我要看到你的缺点之后啊，我觉得你的缺点我能忍，这个时候我才会在一起。因为你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明白不？刚才有一个人说什么呢？他单身带人回家也正常吧？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叫均的啊。首先，你可能听我讲故事，你没有听到全面。第二点呢，我觉得你单身带人回家这件事情也不太对。就是可能在你的生活里边，你觉得单身带别人回家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在你们的小圈子里边，你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单身可以啊，单身可以啊，你带别人回家可能是你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带回去的这个人，他有没有病呢？他有没有对象呢？他用你家毛巾会不会得什么传染疾病呢？啊，难怪金牛座就是事儿事儿的。这个我觉得你要觉得是事儿事儿的啊，我觉得你要觉得金牛座这个都是事儿事儿的，可能就是你不爱惜自己吧，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性质的家，居然能随便有人出入啊，我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啊。如果说一个人就在单身的时候管理不好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很差劲啊。任何时候你要有自己的思想，你不能说圈子里的人都约，然后你也去约啊。什么人你搞清楚啊，不是说所有的生活都适合你啊。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刚才有的人都没听明白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是这个狮子座在抱怨别人，然后结果他喜欢别人，他主动追别人，然后这个时候他自己带人回家，然后他又在抱怨别人不好。你自己都带人回家了，完了你又追的别人，完了你还觉得人家乱，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了啊。也要看带什么人回家，带什么人回家，我觉得都不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的三观到底怎么了，你们觉得带什么样的人回家是对的呢？你们觉得带什么样的人回家是对的呢？我觉得不要带别人回家吧，就不要，你哪怕去个，就是一开始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啊、意思金牛座眼里不可能有一见钟情，一见钟情要带别人回家吗？你认为的一见钟情就是带别人回家呀？这位朋友，你觉得金牛座是可以接受一见钟情的，但是一见钟情一定要发生关系，一定要带回家吗？这就是你觉得是一见钟情啊？你是见到了什么？一见钟情要带回家，马上就得发生关系，是吗？天雷勾地火有啊，我也有啊，对啊，我也有啊，我都有啊，但是我不会带别人回家。你在吵什么？你在乱叫什么？啊，我在表达的东西，你听不懂吗？你在乱叫什么？乱吠什么？你在表达什么？你能听懂吗？你能听懂人话吗？听不懂人话就去学一学汉字啊，学一学啊，怎么听懂人话，是不是？小大夫呢，分手了，好可爱。所以我其实来北京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啊，原来北京的风气是这样的，就大家对感情的风气是这样的，很恐怖，我觉得很恐怖啊。我
不会带别人回家。我不会带别人回家，我的家就是我的家，这是很私密的。我的家只有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很少很少，就是说莫名其妙的来我家。我觉得我的家就是我跟我对象，我特别亲密的人可以住在我的家里边床上。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三观怎么了，就觉得你的家谁都可以上，你家的床谁都可以坐。北京的感情是什么态度？就是北京的感情，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大家常态是什么？就是北京的圈子就好比就什么呢？就是所有人在酒吧里边见到喜欢的人，可能大家会接吻就是可能我说的也不是特别绝对就是大多数的情况，只要去同性恋的酒吧里边，可能看到喜欢的人，只要自己是单身的话，就可能在舞池里跟大家跟陌生人热吻，这可能是一个现象。喜欢的人带回家不是很正常，不喜欢当然也不会带回家，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带别人回家，你喜欢他，那他有没有什么病呢？就你带一个喜欢的人回家，他有没有什么病呢？你见到喜欢的人，你就要带回家，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病啊？你看过他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吗？他有一些传染病的，你知道吗？那要半夜去查，所以就不要带回家。你是动物吗？你他妈等不了吗？你是要死了吗？你是？为什么喜欢的人就一定要带回家呢？就是你是没命了吗？你就不能忍一忍？喜欢的人是要相处才慢慢相处的吧？你是得了什么氰化剧毒了吗？你是必须得解毒吗？你是？那你是有病啊？你就是有病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也有病，他有传染病，你有精神疾病就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的话，那你就是你就活该，我告诉你，就现在的很多人他为什么就是会就是后悔呢？因为他太直接了，他做什么事情他不考虑非常简单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就立马吃掉他，你有错吗？你有错。你看到一坨屎，你喜欢这坨屎，然后你也要尝一尝咸淡是吗？你看到一个精美包装的屎，你就觉得这个包装很好看，然后你就要吃一口，是吗？这是你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包装好看你就想去舔一下。我不喜欢的人，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吃屎谁都拦不住可以的这种人多了，对，就大家再给大家，我不是说吓唬大家就是现在传染病真的很多，不是说光有那个病，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还有很多的那种病，就是疣大家知道那个病吗？疣就会长一些肉揪，疣传染病。磨磨唧唧的，这哪儿呢？谁跟你谈恋爱就麻烦？不是我看不上你这种人，你吃屎的人，我看不上你，明白不？你不用在那块想着说就是像这种滥交的人，我是完全不喜欢的我跟你不一样，你可能是个动物，我是个人没有人就你现在对我来讲是一个符号，更不可能喜欢你什么怎么样的。你别说什么跟我谈个恋爱，你啥东西我也看不上你，谁需要你看不上的你以为你是个啥呀？你就是一个代号
啊。起码我还是个现实的人，你就是个代号啊。就是有一些油啊，这些油就是毛巾都会感染的，你们懂不？毛巾都会感染的，非常非常夸张的。就你们小心一点，就看看大家的那个，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先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那些，对吧？不夸张的。所以我就告诫大家，就是要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可能你家人跟你共用一个毛巾啊。或者说就是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其实难过的是你家人啊，就你的爸爸妈妈养你养这么大，然后你突然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放纵啊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这很恐怖的。所以在我的直播间，我还是希望大家，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会觉得我这种人是事儿，但我觉得人生命不是自己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自己的，是跟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特别是你的父母，非常非常爱你啊，非常非常爱你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因为这点事儿，你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没所谓啊，就是得上了一些传染病，咱说遭不遭罪都另外一说啊。家人多担心呢，你花钱然后又糟心，然后家人也跟你担心，所以还是要告诫大家爱惜自己，有很多东西大家不了解啊。不了解，有的人说那个油这个事儿就很常见吧，是很常见啊，是很常见，但油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我不是吓唬大家，不是吓唬大家，很恐怖的，你们自己去查一查啊，很恐怖的。爱惜自己的身体，趁自己年轻啊，怎么样的，不要过度的去放纵啊。我觉得除了性这一块，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创业呀，比如说你去那个浇油啊，你去那个就是那个探险呢，我觉得这都可以，但你没必要就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个脑子和肾这一块，对不对啊？但你探险呢，你没事你去野外就是对吧？竹林探险啊，求生一下的，荒岛求生一下，我觉得挺有趣的啊。真的就那人就那点事儿，你他妈要改变不了自己这点事儿，那你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内在啊。反正我是土象星座，我不知道其他土象星座是什么样。我们土象星座就看人，其实就是比较看内在，而且内在可能占了60%。我们这种星座看人就内在可能看60%，可能20%才是长相。对我们来讲的话，长相顺眼就可以，我们不要求长相怎么样啊，但一定要有内在。跟他聊天呢，包括他的那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是让我跟他聊天，我会得到充实感、满足感，这个比外在要重要多了。你要求长相寻常，对，有很多人要求你，其实丹青咱俩有一点点像的，就是我可能要求长相中等偏上，你可能需要中等偏下，或者说我需要中等，你就是中等偏下，你不太喜欢那种特别好，就是你不太喜欢特别惹人注意的长相，是不是？你喜欢就是大众脸啊，可能这对于你来讲的话，可能更有安全感啊。我不是，我不喜欢点头。你之前接触那个几个也算是点头啊，你他妈不喜欢点头，你一直在说我不留胡子不好看，
喜欢图图这种长相，喜欢图图这种长相，其实你们就喜欢中等长相，就不太喜欢那种就特别好看的啊、你们要有就是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特别好看的人，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轮不到你啊，轮不到你，就咱们就找一个就是自己看着顺眼的，然后就跟他在一起有发展有前途，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目标，然后没事能交心，能够啪啪啪，然后互相鼓励互相陪伴这么一个人就蛮好的啊，就蛮好的，千万别想那些。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我的择偶标准其实一直都没怎么改变过，我就会觉得说，我理想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个人他长相我看着顺眼，然后呢，对感情专一，不撒谎，不乱约，然后有自己的精神内在，在某一个领域有一些这是我们台词，在某一个领域里边能够小有成就，然后互相鼓励，互相陪伴，然后相信彼此，能够偶尔的见见朋友，然后能够骄傲的介绍说，哎，这是我对象，我觉得这就很好了。偶尔的能去，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我跟我对象，或者说我对象跟我说，就是我俩互相，如果有点闲暇时间，我们可以互相鼓励说，哎，咱们要不要报一个什么什么小语言班啊？咱们是不是要学学英语啊？学学日语啊？就学学跆拳道啊？健健身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不是每天躺在床上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就觉得，因为你们要知道，啪啪啪啪啪啪吧，这种生活其实会腻的，就是会非常腻的，因为你总见这个身体，你其实可能到了2年左右，你就再也不想碰这个身体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身体这个东西，大家也不要常去见。就是要彼此有新鲜感嘛，就不要说，就是太过度去消耗你控制一下，可能你们2年之后、3年之后还有啪啪，要是你不节制的话，有的人可能一天啪好几回啪好几回这种，他可能过了1年他就对你的身体他已经完完全全了解了。你们玩的越大，其实对你的身体越来越了解，没啥意思有节制我觉得蛮好。